上一期视频我们讲述了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相关内容，今天我们来看看美国是如何领取退休金的，以及中美退休所能领取的退休金的差距在哪儿。中美养老体系都分为三大支柱，但中美两国的养老体系三大支柱在个人养老收入中的占比存在明显的差异。中国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的占比约70%到80%，是大多数中国退休人员的主要收入来源。第二、第三支柱加起来不足1/3，而美国的第一支柱在社会保险占比约是40%到50%，是中低收入者的主要收入来源。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占比约3%到4%。而第三支柱个人储蓄和投资，比如说商业养老保险等，占比约是20%到30%。根据美国社会保障管理局 SSA 的数据，2023年美国所有退休人员的平均月退休金约为1827美元。而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数据，2023年中国城镇职工的平均退休金约为每月3000至4000人民币，约合420到560美元。这种差距除了经济水平的差距之外，也存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差距。我们先从养老体系的第一支柱来看，美国获取的要求是需要至少40个社会保障积分，就有资格领取退休金。这些积分是通过工作并缴纳社会保障税来获得的。截至2023年，每获得1640美元的收入，可以获得1积分，一年最多可以获得4积分。也就是说，在美国工作10年，并且每年超过6560美元，即可以获得退休金。领取的金额是基于工作生涯中平均收入最高的35年。如果工作年份少于35年，就将全部收入相加以后除以35年，得到社会保障退休金的领取金额。可以在62到70岁之间选择退休年龄。当然，因为退休年龄的不同，退休金的领取比例也会有所不同。如果退休金过低，美国社会保障局还提供补充保障收入。2023年 SSI 的联邦标准福利月金额为单身人士783美元，夫妻共同1175美元。各州呢，可能还提供额外的补充金额。中美两国的退休金也是可以同时领取的。具体的要求以及中国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的具体内容，看我上一期视频。其实第一支柱人们能领取到的金额，就是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因为无论中国经过统筹账户摊派，还是美国35年的平均以后的数额，都不会很高。但第二支柱的年金才是完全属于我们个人的，加之有企业按比例增加，对个人而言，第一加第二支柱的退休金才差不多能够让我们达到温饱的程度。至于第三支柱，是在满足第一和第二支柱以后，如果还有富裕，可以自己进行储蓄。如果3个支柱都有规划，那退休以后就有可能在家躺平的生活，也能得到和退休前一样的收入。而上期视频我们也提到，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存在危机，那如何建立自己的第二和第三支柱，就变得尤为重要。下面我们主要对比中美养老保险体系中的第二和第三支柱。从累计结算金额比例来看，中国的第一支柱2021年的占比达到67.3%，而第二支柱占比31.5%，第三支柱占比仅有1.2%。乍一看，中国第二支柱30%多的占比似乎也不少，但要知道，截至2022年末，全国大约有5000万家企业，其中大约才12万家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中的占比不足6%，也基本都是国企职工。全国企业中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生存本来就很困难，
能把强制的五险一金缴纳权的企业就已经很好了。对中小企业而言，缴纳企业年金是根本不会考虑的选项。为什么中国企业年金占比那么低？首先，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缴纳负担较重。美国的社会保障税缴纳的比例是基于员工的工资收入，雇主和员工各自缴纳相同的比例，也就是说，每一方都缴纳员工工资的6.2%，并且每年都有工资的上限。2023年的工资上限是$160,200，超过部分不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税。而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员工缴纳的比例是8%，企业缴纳16%。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负担较重，对企业年金形成了挤占。加之中国企业年金是建立在企业与职工自愿参加的基础上，并非强制参加，双重因素叠加，导致了企业建立企业年金的意愿很低。拿中美养老体系中第二支柱中的企业年金比较，例如美国的企业年金计划，像 401k 计划，员工可以选择从工资中扣除一定的比例，或者是固定金额贡献到 401k 账户，很多雇主会根据员工的贡献进行匹配，通常为员工贡献的100%或者是50%等一定比例，这相当于免费额外获得了退休储蓄。员工缴费上限由联邦政府规定，2023年的上限为$22,500。对于50岁及以上的员工，还有额外的追缴款，上限$7,500，总共3万美元。年金账户里的资金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选择合适的投资组合。如果在退休年龄之前提取年金账户中的资金，可能会面临提前取款的罚金和税收。而职工年金计划通常适用于政府和公共机构的员工，与企业年金计划类似，只是在缴费比例和计算方式可能有所不同。再来看中国企业年金的缴费比例，有3个限制。第一个是企业缴费每年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8%。第二是企业和职工个人交费合计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12%。第三是企业当期缴费计入职工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最高额不超过平均额的5倍。也就是说，最理想的情况是企业给员工按其工资的8%缴纳企业年金，员工个人缴纳4%。由职工大会或者是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选择年金受托人来管理年金账户，不能自由选择投资组合。领取条件和基本养老保险差不多，一个是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第二个是出国定居，第三个是死亡继承。中国的职业年金也是给机关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缴纳的，与企业的年金基本一致，只是比例是固定的，单位缴纳是8%，个人缴纳4%，没有最高额不超过平均额5倍的限制了。对中国企业而言，如果缴纳企业年金加上强制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要拿出员工工资的20%以上的比例缴费，确实压力很大。而美国的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加起来的企业缴纳比例通常在12%左右。对中国员工而言，在退休前通常不能随意提取，流动性也较低，对员工的短期财务需求会带来很多不便。美国是扣除罚金和税后以后可以提前提取的。更何况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缴纳完基础养老保险后，每月拿到手的工资本就不多了，眼前的生活不能充分保障的情况下，更不会考虑拿出更多的工资去缴纳年金了。中国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保险账户是从2022年才开始的，每人每年可享受12000元的税前扣除额，领取时统一按照3%的优惠税率计算，并缴纳个人所得税。这对于年收入在16万以下的人是不适合的。
因为扣除个人所得税扣除项以后，应税额可能到了96000元的档位以下，这时候3%的税收优惠就没有实际意义了。加之个人养老金账户的资金退休前无法取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现阶段的生活质量。养老体系的第三支柱相当于个人的理财储蓄。美国的第三支柱养老体系已经发展了近50年，从灵活度、多样性等都会好很多，所以覆盖面和成熟度也会更高。对于中国的高收入人群，个人养老金账户在税前扣除额领取时的税收优惠有一定的优势。随着未来的发展，也许会有更多的专门针对养老保险基金账户的投资选项。但在考虑金融风险、政策风险等小怪类事件后，开设个人养老金账户仅是可以考量的选项之一。这里是竹子的频道，如果你还喜欢，欢迎你点赞、订阅、按下小铃铛，谢谢您的支持。